鱼龙被出轨传闻升级，他到底是谁？一条鱼龙对飞扬咩咩温柔举动的爆料，点燃了社交平台的导火索。脚踏两只船的质疑铺天盖地，点赞与转发一夜暴涨。可当情绪退潮，事实现身，人们才意识到，真正的爱情常常不是靠传闻来证明，而是靠风雨里并肩而立来写就。一句爆料引爆全网。清晨6点，一条配着模糊图片的爆料在社交平台疯传，鱼龙疑似与某女演员关系暧昧，是否脚踏两只船？标题锐利，语气笃定。短短几个小时，转发过10万，评论如潮。有人说实锤，有人称早有预感，还有人搬出所谓的线索，同款外套、同车画面、同一时间段的定位，一切看似严丝合缝。然而，真相从不急躁，它只是在耐心等待时机。那些被情绪裹挟的目光，一时之间忽略了一个最朴素的可能：镜头之外是否另有安排？情绪比事实更快。风暴的第2个小时，评论区已经分裂成2大阵营。有人话术拆解，有人时间线横向对比，还不忘给出业内消息的神秘口吻。越是模糊，越能激发想象；越是暧昧，越能引来围观。在算法的推送下，更劲爆的内容被不断放大。点进相关话题，满屏都是猜测，他们像风像浪，迅速裹挟无辜的人与事。但事实总有重量，哪怕被浪潮覆盖，也不会被冲走。镜头背后的真相，那一真是戏。所谓亲密照，不过是剧组留存的定格画面；所谓暧昧对白，也只是角色的台词。镜头对准的是一段戏，聚光映照的是一种职业。导演安排的拥抱是剧情推进的需要，演员的对视是人物关系的递进。拍摄现场灯光刺目，设备林立，现场记录有条不紊，所有动作都在镜头和工作人员注视下完成，没有神秘的角落，没有躲避的眼神。可在情绪被点燃的社交平台上，解释往往显得苍白。人们更渴望的是惊讶与冲突，而不是冷静与专业。他的沉默不是退让，是成熟。风暴初起，杨咩咩保持沉默，有人误读为默认，有人嘲讽他装大度。但他知道，在喧闹中急着回应，只会被新的解读吞没。沉默的日子里，他把自己藏在工作里，也藏进回忆里。雨夜里地上的那杯热茶，凌晨收工后那条到家了没的消息，生日清晨窗台边的小花束，这些琐碎而真实的温柔，像一盏盏灯，照亮他内心的判断。风会停，海会平，他从未偏离。回忆里的誓言，一句话撑起整个冬天。他们第一次坦诚关系那天，于龙在采访里说，他是我最重要的人，也是我想守护一辈子的人。这句话没有花哨的辞藻，却胜在笃定。杨咩咩记得那天的光线，记得他眼神里的认真，不是飘摇的承诺，而是落地的选择。正是这份选择，让他在风暴来临时仍能稳稳站立。被出轨的压力，眼泪不为示弱。流言像潮水，昼夜不息。私信里有指责，有嘲讽，甚至带着恶意的猜度。最难熬的是那些带着替你不值的假关心，他们像针扎在心口。某个深夜，他坐在窗边，看着城市的灯一点点熄灭，眼泪悄然落下，却没有打扰任何人。他没有拨出那通质问的电话，因为他懂，真正的信任不是验证，真正的在乎不是盘问。他的沉默与行动，答案不在字里，而在手心。于龙也选择沉默，他明白，越急着否认，越容易被解读成心虚。与其在话术上较量，不如用行动回击。于是，在后续的公开行程里，他坦然地牵起杨咩咩的手，不是高调秀恩爱，而是平静又坚定的态度，目光对上镜头，眼里只有一个答案，他是唯一。那一天，哪怕人海嘈杂，他们的十指相扣就是最响亮的声明。真相揭晓，幕后花絮让流言无处遁形。几天后，电影方发布幕后花絮与完整拍摄片段，取景机位、场记板、导演口令、音效试录，一切清晰可见。所谓暧昧，不过是角色关系的必经桥段。视频上线的那一刻，评论区从质问渐渐转为安静，
随后又变成了原来如此的释怀。被误读的拥抱回到了它本来的位置，被放大的眼神归还给角色的灵魂。它的发声温柔，最锋利的钥匙。风波趋缓后，杨咩咩在社交平台写下几句话，有些画面是角色需要，真实的感情不会被任何剧本取代。他仍然记得我的喜好，也仍然在意我的心情。没有攻击，没有控诉，却像一把钥匙，轻轻一转，所有锁上去的猜疑都被打开。真正的强大从不靠呐喊，真正的温柔最能穿透人心。爱的力量不是热烈，而是恒温。经历风浪，他们的关系不但没有裂痕，反而更紧密。他看见他在流言里依旧从容，他感到他在风雨中依旧信任。爱不只是糖与花，爱是在灰色天里撑着伞，是在人群里互相确认的眼神，是日复一日的在场与陪伴。他们用平静的日常抵住了全网的喧闹。公众的转变从围观到自省，当真相摆在眼前，那些曾经情绪激烈的声音开始收敛。对不起，误会了，以后转发前会多想想。这样的留言越来越多，这不是打脸的快感，而是一次可贵的集体反思。未经证实的内容不该被情绪牵引着扩散，模糊的画面不该被想象替代事实。每一个谨慎都是对真实的保护，也是对当事人的尊重。灵感与启示，别让一真定一生。这场风波像一堂公开课，教人学会3件事：其一，传播之前先求证；其二，被情绪推着走时，学会按下暂停键；其三，面对爱与被爱，多给彼此一些呼吸的空间。不要让一帧画面决定一个人的人生，也不要让一次误读毁掉一段感情。惊讶会过去，理解会留下。未来的旅程，携手走向更亮的地方。电影上映后收获了口碑，他们在各自的领域持续发光。某次颁奖典礼，于龙站在台上，望向台下的他，说了4个字：感谢你在。没有煽情，只有真实。掌声持续了很久，人们被这份朴实的依赖打动，也在这份坚定里看见爱的形状。永不替代的存在，答案早已写在日常里。荧幕上，他可以拥抱不同角色，生活里，他只拥抱一个人。角色会更迭，剧情会转场，而他心里的位置从未空缺，也从未被取代。这份唯一不是一句漂亮话，而是一次次选择，一回回靠近。当他们在风口浪尖上仍紧握彼此的手，答案就已经揭晓。信任是爱情里最温暖的铠甲。在误会与理解之间，选择做慢的人。这个时代，速度被当作效率，流量被当作真相。可关于关系，关于爱，最需要的恰恰是慢。慢一点看清，慢一点发声，慢一点否定一个人，慢一点，也许就能听到事实落地的声音。慢下来，并不等于退后，而是给彼此一个不被情绪淹没的机会。当我们也是吃瓜群众时，每个人都可能是围观者。遇见下一次爆料，请把这3个问题放进心里。我看到的是片段还是全貌？我转发的是情绪还是事实？如果当事人是我，我愿不愿意别人这样对待我？当答案清晰，手指会更稳，心也会更安。从他们身上学到的，把爱落在细处。爱不是惊天动地的誓言，而是细水长流的照料。是记得他不吃香菜，是知道他怕冷，雨夜给他多带一件外套，是收工后那句到家了告诉我，是忙碌里仍留一段只属于2个人的时光。流言中会散去，只有这些细节像星光一样，在黑夜里长久地亮着。信任是最美的誓言。这场被出轨的风波以事实收尾，以成长作答。它提醒我们，爱情不是童话，它会经历怀疑与考验。真正的爱情会在风雨中愈发稳固。信任不是没有问题，而是在问题面前选择并肩。于龙与杨咩咩用经历告诉所有人，当信任落地，风浪也会退去；当心彼此靠近，世界就安静了。感谢你看完这段故事。如果你也被这份信任与勇气触动，欢迎在评论区写下你的想法。你如何看待流言与事实的关系？你觉得在亲密关系中，怎样守住信任的底线？也别忘了订阅、点赞与分享，
把这份温柔与力量传递给更多人。你的每一次互动，都是我们继续创作的最大动力。